这一天，路易斯给饺子收拾屋子时，忽然眼睛不瞎了，注意到了饺子挂在墙角的仿玩具手枪，一枪将墙壁轰出个大洞。路易斯彻底醒悟过来，原来他的儿子是一个企图统治世界的小坏蛋。饺子学着电影里的反派一样转移亮相，自称地球未来的皇帝，而这一切都起源于路易斯怀他是出大麻，那些邪恶的可卡因孵化出了这个坏种。永别了！饺子按下按钮，路易斯惨叫着跌进漆黑的深渊里。他猛地起身，原来刚才只是做了个噩梦。这时正好天已经亮了，老懒狗皮特破天荒的比老婆先起床。原来今天是红袜日，他要带孩子们翘课去看球赛，真是一位快乐教育法的积极实践者。皮特自己也在电话里随口跟老板扯了个鬼谎，说自己全家爆炸了，他变成了植物人，所以今天要请一天病假。不等老板答应，皮特就挂断了电话。这胆儿越来越肥了呀！一家人在棒球比赛现场看得兴奋异常，路易斯还感谢老公带全家旷工旷课看比赛，不知道是真恋爱脑还是阴阳人。皮特乐极生悲，脱了衣服绕场，像野牛一样狂奔，结果失足像皮球一样滚下楼梯，直直落在了老板面前。老板看到他，气得眼珠子都红了。你呀，不是植物人吗？感情欺骗他的感情。老板当场表示，明天要当众批斗皮特，要将他挂在公司的耻辱柱上。第二天，皮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公司，却发现老板的神情比他还沮丧。原来这家玩具公司被一个大老板收购了，前老板辛苦打拼了20年，结果却为他人做了嫁衣。皮特说：“得了吧你，收购费没少拿一个子儿吧？真觉得自己白干了一辈子，就先把钱全分给员工们再走。”新老板对员工极为友善，花大价钱装修了员工娱乐室，改善食堂伙食，涨工资、涨绩效、涨年终。总之，除了工作内容，其他的都是一路涨，好到让人觉得他别有所图。新老板说：“恭喜你，猜对了。”他的总公司其实是生产香烟的，之所以收购这家玩具公司，就是想从娃娃抓起，利用玩具影响儿童的想法，教唆他们都去抽烟，这样香烟公司就能大赚特赚。皮特晚上带着公司送的大龙虾回家，又向大家展示了公司刚生产的抽烟玩偶。路易斯立即识破了其中的诡计，那些混蛋想把下一代人都变成烟鬼。他大骂皮特被猪油蒙了心，香灰迷了眼。身为3个孩子的母亲，他绝不允许未成年人抽烟成为风气。路易斯逼皮特去和老板当面对线，把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黑心资本家骂得狗血淋头。皮特迫于老婆的压力，硬着头皮上了。一开始老板还打算不认账，等皮特掏出许多铁证后，老板又抛出了糖衣炮弹，直接任命皮特当公司总裁。皮特一听就走不动道了，他心说不怪自己意志不坚定，实在是对方给的太多了。总裁皮特回到家后，早把揭发儿童吸烟阴谋的事抛之脑后，孩子们也更关心总裁能拿多少工资。有钱有权之后，皮特一家的生活从此不一样了。梅根在学校里专门有丑女随行衬托，有了比较，别人就会觉得她长得好看，家里装潢一新，还有专职保姆伺候他们的饮食起居。皮特在公司还有了私人定制车位，一名马屁精随时随地给他吹彩虹屁。皮特还有自己的办公室，里面装潢高档，设施齐全，一个电话就能叫外面的美女秘书进来，随便锁上门，皮特飘飘欲仙了。这简直就是人间天堂啊！镜头一转，董事会议上，老板眉头紧锁，浑身直冒冷汗。他们遇到了一个大麻烦，一条禁烟法案即将颁布，那到时候香烟公司就会破产，像摩天大楼一样轰然坍塌。这次的议员很不好对付，不管是软的硬的还是刺的，对他们都没用。有人建议以毒攻毒，对方竟然油盐不进，他们就派一名白痴去胡搅蛮缠。大家稍加思索，立即想到了公司里一个现成的白痴，那就是正在办公室里玩扯笔刀的皮特。老板转头就去找皮特，说公司有一个跟政府有关的大项目，必须要他这位大将军出马才搞得定。皮特闻言大喜过望，他正好最近闲得慌，想要做点事儿证明自己的能力。皮特说走就走，转天就驱车来到了华盛顿，跟那帮政客扯了大半天犊子，最后一脚油门将他们全拉进了夜总会。有政客玩得太花，舞娘心脏病发作，直接猝死了。皮特抓住这个把柄，政客们只好被他牵着鼻子走。与此同时，路易斯发现饺子开始抽烟，顿时从糖衣炮弹中清醒过来，逼着皮特支持禁烟法案。议会召开那天，皮特在台上慷慨陈词，路易斯抱着吸烟过度的饺子，祈祷他演讲时能摸摸自己的良心。皮特最后总算是迷途知返，号召大家禁止儿童吸烟，香烟公司因此被罚了10个亿，彻底破产。皮特短暂的总裁生涯也宣告结束了。大鸟转转酒吧是个神奇的地方，从皮特还是杀马特少年时起，他就泡在这里，向朋友们赌天发誓要离开那个破玩具厂，更上一层楼。朋友们呵呵一笑，别说了，都在酒里。一转眼20多年过去了，皮特从杀马特变成了中年肥仔，朋友们也变得沧桑油腻，唯独这家酒吧没有任何变化，这可是寄存着他雄心壮志的地方。这一晚的台风格外猛烈，风大到女记者的报道还没开始，人就已经消失在天上了。皮特一家
家躲在屋子里熬了一晚上。第二天出门一瞧，街道上被台风肆虐的一片狼藉。最让他和朋友痛心疾首的是，大鸟转转酒吧竟然无了。他们恳求老板重建，然而老板不愿再往这个烂摊子里砸钱，把地皮卖给了英国佬。很快，一家新酒吧拔地而起。皮特一伙人冲进去，发现大鸟转转酒吧名副其实了，里面都是激情满满的英国佬，一双双媚眼含情脉脉的飞来飞去。皮特等人生怕喝醉了，第二天醒来一瞧，洒泪跪唱菊花残。新酒吧的老板是个龅牙哥，而且好巧不巧和皮特成为了邻居。龅牙哥一见路易斯眼睛都直了，当场改名老王。皮特很不客气的让龅牙哥滚蛋，路易斯却觉得新邻居人还不错，果然又瞎了。龅牙哥的女儿小美缠上了饺子，饺子一听他的方言就浑身难受，发誓要教会小美说普通话。另一边，皮特和朋友们兜兜转转换了好几家酒吧，不是搞基的就是搞基的，他们欲哭无泪。难道就没有单纯喝酒的地方了吗？没奈何，一伙人只好当街溜子，就着满地的尾气下酒。他们实在受不了了，敲锣打鼓的跑到新大鸟转转酒吧抗议示威，要求酒吧去激情化。龅牙哥别看长得寒碜，口才着实了得，他一个人对喷4个人，硬生生把皮特一伙儿给喷跑了。皮特心想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半夜里就带着弟兄们溜上货轮，把龅牙哥的啤酒全倒进了海里。他们边倒边唱，忙到第二天早上才回家，人已经麻得不行了。皮特进屋就看到早间新闻报道，新大鸟转转酒吧昨晚被大火焚为平地。警方根据一名匿名举报者提供的线索，直接包围了嫌疑犯的屋子。新闻直接现场直播抓捕过程。皮特一瞧，嘿，这有点意思。再一瞧，警方踹开的门有点眼熟，屋里的那个大胖子更眼熟了。皮特兴奋的大叫：“警察同志，供他下3路！”下一秒他就被捕了。秉承着坦白从宽、抗拒从严的原则，皮特立马招供了同犯。法官判案速度快得就像收了钱，皮特一伙人转眼就锒铛入狱了。龅牙哥见缝插针去安慰路易斯，还邀请他参加派对。俗话说祸不单行，皮特一伙人在狱中又遇到了一名穷凶极恶的杀人犯，而退休警察正是当年抓捕他的人之一。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杀人犯当即撂下狠话，要将退休警察碎尸万段，再把他的朋友全部剁成肉泥。皮特赶紧抗议，连坐就连坐吧，为毛他们死的比退休警察还要惨啊？另一边，路易斯自觉这桩案子里有冤情，她的老公是那么的善良单纯又无害，怎么可能犯下纵火这样的罪行呢？路易斯眼睛不要可以捐给需要的人。总之，路易斯决定参加龅牙哥的派对，化身福尔摩斯去挖掘真相，还带上了小黑的老婆当华生。他见龅牙哥对自己有非分之想，就顺水推舟跟他钻进了卧室，然后风情万种的说自己喜欢刺激和坏男人。他有干过哪些坏事？说来听听。龅牙哥精虫上脑，一股脑把干的坏事全说了，其中就有自己放火烧了酒吧，栽赃诬陷给皮特的事。路易斯大喜过望，赶紧揪出躲在墙角的华生，结果发现那是一个路人。龅牙哥得意的一笑，有个猪队友，送分的局你都把握不住呀。这时剧情又出现反转，一名警察从衣柜里钻了出来，将龅牙哥逮捕归案。至于卧室里为什么躲了2个男人吗？这都不是重点。皮特和朋友们含冤得雪，另一边饺子经过不懈努力，终于教会了小美说普通话。他转眼却因为老爸入狱，被送进了寄养学校。小美写信向饺子发誓，他要穷极一生来杀死这一切的罪魁祸首路易斯。饺子微嘴一笑，谋杀路易斯吧，又添一员虎将。